Hello， 大家好！就在前阵子，败北女角太多了获得这本轻小说真厉害2025综合排名第1名。在这个夏天，也因为动画化的关系而带来非常多的话题，所以今天就来帮大家翻译一下宇森老师接受嘎嘎嘎文库采访有关于原作小说的一些制作秘辛。首先是宇森老师 Ame Moritakibi 的一些基本介绍。老师是在爱知县出生，在2020年第15回小学馆小说大赏中以参赏作品难道说我是那个在最终话时从败北女角旁边闪过的路人角色吗？获得嘎嘎嘎赏，并在2021年将该作品改名为败北女角太多了，以该小说出道。而动画制作组也为了致敬这一点，直接沿用了最初的作品标题放在最终回里面。再来是有关老师得奖的感想，宇森老师说，当从责任编辑那边听到获得第1名的时候，还特别向责任编辑确认对方该不会是电话打错人了吧。宇森老师后来还很谦虚的说，在知道对方是在说败北女角太多了的时候，当时还愣了一下，因为真的想象不到会得奖。大概是因为在动画化之后，败北女角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所以有部分的观众还回头看了原作小说，这或许也是原因之一。我也从身边一些平常不太接触轻小说的人那边得到了各种观后感的回应，所以非常的有实感。举例来说，像是因为故事是以三河与枫桥地方作为舞台，所以在这之后与各式各样的人们有了交集。我真的很惊讶，在动画化之后，能够让对于这部作品的认识拓展得如此之广。在观众粉丝的年龄层上也是，许多年轻人也借由动画化开始读起了轻小说。接着采访人问了宇森老师，作为原著作者，对于动画化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吗？宇森老师说，败北女角太多了，真的是非常棒的作品。在看到了那些必须借由动画才能够表现的感情场面之后，真的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每次重看一次，都能够从中得到新的发现。播放时，观众对剧情的各种解读，以及之后来自工作人员的解说，真的是让我度过了一段非常棒的时光。最后也实现了先前与监督以及各位工作人员一起磋商的内容，与原画师和声优一起工作，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再来是有关于宇森老师创作的过程，采访人问到老师过去都接触怎么样的作品。宇森老师说，最初的话那就是初代机动战士钢弹了吧，在爱知县真的很常重播，所以在小时候就在看了。最一开始只是觉得机器人之间的战斗非常的帅气，后来慢慢的也接触了其他类似的英雄故事，像是机动战士 Z 钢弹、机动战士 ZZ 钢弹等等。那时候真的非常热爱钢弹系列的动画。后来在进入中学之后，像是罗德斯岛战记、秀斗魔导士这些作品，我也是非常的喜欢。当时也非常痴迷于《龙与地下城》这一款游戏，只是在进入高中之后，朋友相聚的机会变少，所以就以 TRPG 游戏大师的经验开始创作小说，在冒险中打倒敌人、伙伴们被抓以及拯救伙伴这些单纯的故事。在进入大学之后，加入了文艺部，也在社刊里面刊登了短篇小说。还记得在那个时候，也是以奇幻与青春恋爱为主题，写了一篇长篇小说，参加了2次新人赏。后来在成为社会人士之后，也有与文艺部时期的同伴制作了几次同人小说，但是之后就彻底从创作的领域离开了。而关于重新开始创作的契机，宇森老师说，虽然阅读漫画与小说的机会变少，但是我也来到了当年我痴迷于罗德斯岛战记时我父亲的年纪了，也就是说剩下的人生也不长了，那么是不是该再挑战一次年轻时没有达成的梦想呢？所以那时决定挑战一下，1年内写了3部作品出来。至于决定参加小学馆轻小说大赏的契机，宇森老师说，首先嘎嘎嘎文库是以青春恋爱、SF 以及黑暗奇幻的作品等等广泛的题材为主，并且读者群也是非常的广。虽然这样说，但是败北女角在最初的时候并不是报名参加小学馆的轻小说大赏，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对于入围难度感到恐惧，所以参加了即使落选也会给予评价的新人赏，而从那边得到的建议去进行修改之后，才参加了小学馆的轻小说大赏。当时的流程大概就是这样，并且因为还有写了其他小说，所以光是在那一年就对小学馆投稿了5部作品。接着采访人员就问到了大家很关心的关于败北女角太多了诞生的秘密，宇森老师到底是如何创作出故事的主轴与各个角色。宇森老师说，在《Darling in the Franxx》这部作品里面，有一位蓝发的败犬角色，他在剧中的名字叫做梅，他既是主角的青梅竹马，又是班级委员长，同时又有傲娇与身材娇小的属性，总之就是集所有败北要素于一身，并且就像说好的一样，在最后败给了女主角。
当我看完这部动画的时候，我就想写一篇由青梅竹马获得胜利的故事，但是这么做的话，就会有其他败北女角出现，这样就没有意义了。于是我就开始构想以败北女角为主轴的故事，这就是败北女角的创作起源。接着采访人员又问到雨生老师是不是本来就喜欢有着败北女角属性的女孩子呢？雨生老师说可能真的是这样哦，以前在玩恋爱养成游戏时，总是特别的对败北女角有兴趣，在听到青梅竹马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有点可怜，自然而然的就会开始在脑中出现各种联想，大概就是这种程度的喜欢吧。至于为什么老师要将败北女角为中心的故事以现实中存在的爱知县枫桥市为舞台的原因，雨生老师给出的解释是，败北女角这样的题材毕竟是稍微有点前卫的主题，所以在舞台的选择上以能够有较高程度还原的舞台为目标。于是最后就选了陪自己度过高中青春时期的枫桥市作为舞台，并且在那时决定了败北女角会有3人，以3人为中心，慢慢的一人一人登场，最后向败北女角这一主题收拢。最先出场的就是青梅竹马系败北女角的八奈见幸菜了。而关于八奈见的设定，雨生老师说那时候还没有贪吃鬼这一个设定，但是说到底毕竟是主角群之一，当时想着就要像正统派女主角一样，给人一种既漂亮又时尚的感觉，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以高人气清纯女子高中生为目标进行撰写的，只是写着写着就开始觉得这家伙应该很能吃吧，所以就干脆给八奈见追加一个贪吃鬼的属性。另外八奈见当初在投稿时并不是叫幸菜，而是叫伊罗哈，虽然单纯是听起来比较好听，但是当时的编辑说了出自嘎嘎嘎文库，名叫伊罗哈，之后我才知道自己到底受到了嘎嘎嘎文库多大的影响。这边是在捏他雨生老师受到了我的青春恋爱喜剧果然有问题这部作品的影响，里面有一个小恶魔属性的学妹一色伊吕波，伊吕波的日文发音就是念作伊罗哈。于是雨生老师便开始思考，一个高人气女子高中生的家庭中，父母会为她取怎么样美丽的名字，最后便决定用幸菜了。关于烧盐柠檬的诞生过程，雨生老师说柠檬是带有日烧痕迹、元气满满的女孩，也非常的有败北女角的感觉。另外就是在故事的展开上，八奈见其实是个非常聪明的角色，所以有了希望在剧中有一个带有天然呆属性的女孩这样的想法，这就是充满元气的烧盐诞生的过程。而关于名字的由来，因为是日烧角，所以想在姓氏中加入烧这个汉字，从这边为起点就发现烧盐是实际存在的姓氏，于是就直接定了下来。再来就是当时觉得烧烤的东西就是要加柠檬，于是就决定叫烧盐柠檬了。而关于第3位女主角小菊之花，雨生老师说，作为八奈见与烧盐诞生之后的后备角色，就想要创造一个典型的败北女角，于是就构思出了暗恋着学长的小菊，并且以暗恋学长为前提回推了必须要加入社团，从而衍生出了故事的主体。故事的主线是包含了温水的主角群所在的文艺部中展开。而关于小菊姓氏的部分，小菊的日文发音 komari 与困扰 komaru 的发音相似，并且因为没有朋友，所以也没什么机会被人叫名字，于是就希望至少文字看起来可以可爱一点，就用了小菊。接着访谈人员问到，以前在访问动画版监督北村祥太郎的时候，就听说过雨生老师对温水加速有着强烈的执着。雨生老师说，加速是我最喜欢的角色，因为每位败北女角都要有一个喜欢的对象，所以就想着要创造一个爱着温水的角色。而且如果是有着血缘关系的妹妹的话，按照惯例，这样是绝对不会跟主角有任何结果的。所以换句话说，不论这样的角色怎样溺爱对方都没有问题。另外，败北女角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更有真实感的方式去撰写，但是加速的部分则是反其道而行，是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进行设计的。之后，访谈人员问到关于在原作第7卷中登场的新败北女角白玉梨子的设定，雨生老师说，作为社团的新入成员与其他败北女角不同，是很难作为主要角色登场的，因为本来就存在的角色群关系已经固定下来，所以很难再融入其中。于是就稍微强硬的加入了一个氛围不同的角色，形象的部分也委托了伊米基姆老师进行设计，希望能够与其他败北女角有着不一样的氛围。而关于败北的方式，则是将它设计成了虽然输了，但是并没有结束的一位角色。名字的部分，则是取用了我以前写的某部作品中所登场的角色名称。
关于插画设计的部分，访问人员也问到，刚刚也提到了是请伊米基木老师进行插画的绘制，在角色设计完成之后有受到什么影响吗？雨生老师说，在第一卷改稿的阶段时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确实，在改稿的阶段，角色设计刚好完成，因为角色设计的太过可爱，所以给人的感觉完全变了。结果被责任编辑说了不要搞得太夸张，制止了我。最后就是在角色的说话方式与动作都另外做了修正。再来是有关于温水的设定。访谈人员问到有关于本作其中一个魅力，那就是主角并不是喜欢败北女角们进而建立后宫，而是作为主角的温水和彦是以观察者的身份陪伴在他们身边这样的架构进行的故事。关于这样的构成是怎样诞生的呢？雨生老师说，首先温水的部分是在败北女角3人之后才有的构想，怎样的男生是会陪伴在他们身边并且支持着他们呢？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浮现了这样的构想。至于温水喜欢品尝自来水的这件事情，雨生老师说，因为没有与班上同学打成一片，于是就要想个方法打发时间。而我在高中时期也是没什么朋友，于是在休息时间时会找个地方打发时间，一边计算着怎样能够在上课钟响时刚好回到教室。于是我便将这项技术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温水。访谈人员也吐槽到，这种关系应该就是所谓的共感了吧？而这一次温水也在男性角色部门获得了第1名。雨生老师说，温水在故事中的任务就是被败北女角们各种折磨，并且吐槽他们的存在。但是我想读者们如果发生一样的事情，应该也会像他一样吐槽吧，像是这家伙是怎样啊，或者是这家伙在说些什么啊等等的。我是用温水代替读者把吐槽说出来的方式来进行创作，所以我对于现在的这种结果也确实是有点安心。在这之后，访谈人员也问了雨生老师在撰写败北女角时有什么会是特别意识到的地方吗？雨生老师说，大概就是想要将角色心境上的描写尽可能的贴近现实吧。正常人物在那个场面下不会说与不会做的事情，就绝对不会写进去。举例来说，在第1卷的开头，温水在喝完水回教室的时候，看到了自己的座位被同班同学坐着。那个时候，温水之所以会看告示板，那是因为即使请座位上的人离开，也会因为这点小事感到尴尬，所以就逃避现实了。正是因为与温水有共感，所以才能够将这种桥段写出来。另外，在第5卷的最后也有这样类似的一个桥段。这部分虽然没有写进大纲，但是如果是这个角色在这种情境下，一定会这么做的吧。而既然说到了第5卷，访谈人员就顺便问了，在小说第5卷的最后，加速有亲吻温水的环节，对吧？雨生老师说，没错，虽然加速只是亲了温水的脸颊，这部分在与责任编辑讨论时，其实并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在撰写的时候就觉得这边就是要亲了吧，这样的感觉。这个场景可以说几乎是在交稿日前才加进去的东西。当然，责任编辑也马上向伊米基木老师委托这个场景的插画设计，真的是诞生出了非常棒的一枚插画。访谈人员在听到了老师的回答之后，才笑说原来这边有这样的一段故事。接着又问了雨生老师对于败北女角未来的故事已经构思到什么程度了呢？雨生老师说，因为是以温水他们的高中生活故事为主轴进行撰写，可以的话希望能够写到高中毕业。不过到底能出多少，还是得仰赖各位读者的支持。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照这部作品。就我个人是希望读者们能够透过这部作品了解伊米基木老师所绘制的那些充满魅力的角色，以及与同学们共同度过的青春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在与温水成为朋友的人越来越多时，他内心对于恋爱的波动也开始慢慢的浮现。如果读者们能够及时跟进到最新段落的话，那确实会让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希望能够借由大家的力量，让实录高中成为世界上学生数最多的高中吧。以上就是这一次的访谈内容，希望有帮助到大家更了解败北女角太多了这部作品。那么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喽，拜。